家里没有烤箱，却又想要做蛋糕吃的朋友，今天再介绍你们一种新口味——香兰蒸蛋糕。你看它的内部组织一样是非常的绵密松软，怎么按都不会扁，回弹力十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我们开始吧。开始做蛋糕之前，先煮一锅热水，蛋糕做好就不用等，直接蒸。来准备香兰汁，70克椰浆和2片香兰叶打成香兰汁。香兰叶的用量可以自行调整，想要颜色更深、香味更浓，可以放多一些。过滤，姜是老的辣，我用老叶，果然颜色比较深。过滤之后的香兰汁只剩下48克，再加22克的椰浆，我们重新得到70克的香兰汁。拌匀，先拿准液体材料的用量，之后调整面糊浓稠度就会容易很多。3个鸡蛋，虽然大小鸡蛋的分量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你都可以用，原因是我们后面还会调整面糊的浓稠度，所以影响不大。分离蛋清和蛋黄，如果鸡蛋不够新鲜，千万别像我这样做，不然蛋黄破掉，你就1个头2个大了。你应该先把不够新鲜的鸡蛋放进冰箱，用冷鸡蛋来分离蛋清就会容易很多。加入20克玉米油，拌匀。直到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泡沫出现，油和水融合在一起，这种充分乳化的状态就可以了。70克低筋面粉过筛，保留一些面粉，不要一次过倒完，我们要根据面糊的浓稠度来调整面粉的用量。先拌至顺滑的面糊后，才来观察浓稠度，尽量避免画圈搅拌。像这样顺滑的面糊，缓慢的流动状态就可以了。这里我只用了60克的低筋面粉，在这样的浓稠度基础下，你还可以根据你想要的口感调整成偏干或偏湿的面糊。打发蛋清，加几滴白醋稳定蛋白霜，还可以去除蛋腥味。蛋清不多，全程用低速搅打就可以了，我用2档。分次加入40克细砂糖，不一定要分3次加入，只要在明显的纹路出现之前加入所有的糖就可以了。分3次只是可以更好的融化糖，尤其你用普通白糖的话。我有一期视频详细解说打蛋白霜的过程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直到有明显的纹路出现，我们就要停下来检查蛋白霜的状态。软趴趴的蛋白霜，这样不行啊，继续搅打。再次检查，可以拉出硬挺的弯钩。有鼓气的尖角不会随着你的移动改变方向，这就是我们要的偏干的湿性发泡状态。分3次加入蛋白霜，先用蛋抽拌匀，这里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蛋白霜消泡。拌匀后倒回蛋白霜中，改用刮刀轻轻拌匀，要尽可能多保留气泡，你才会做出蓬松绵软的蛋糕。这次我不用蛋糕模具了，直接用玻璃大碗来蒸，一样可以成功。所以啊，你们就看看家里有什么适合的碗，就可以拿来用，不需要另外准备模具。
用这个小妙招来引出大气泡和弄平表面，再震几下，震掉顽固的大气泡。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蒸蛋糕，没有一次失败的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们可以去看直属蒸蛋糕的那一期视频，我有讲比较详细。用竹签戳洞，尽可能不要戳中间的地方，避免蛋糕膨胀起来，吸到洞口的水蒸气，影响美观。直接上锅，中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不需要焖5分钟，直接出炉。马上取出蛋糕。这就是为什么不一定要倒扣放凉的原因。你看，蛋糕有时候自己撑不住就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了，你也不用理它，它并没有自暴自弃塌陷给你看，形状还是维持得很好。切开来看看，绵密的内部组织。这就是面糊中的大气泡被消除后的功劳。回弹力十足，不管怎么按都还会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至于蛋糕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蒸，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非常建议你们去看看我上一期直属蒸蛋糕的视频，那里有做详细的解说，这里我就不赘述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和订阅小豪厨房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接收最新视频的通知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